遗嘱 will 到底有什么不同？信托 trust 和遗嘱 will 到底有哪些不同呢？在纽约，很多华人家庭都会遇到这些问题。家里有房子，是不是一定要做信托呢？已经写了遗嘱，还要不要做别的？听朋友说信托很贵，只有有钱人才用，是真的吗？这篇文章不讲复杂的法律条款，不讲税务的计算，只做一件事情，用纽约家庭最常见的情况，讲清楚信托和遗嘱的核心区别。先给一个最简单的结论，遗嘱和信托解决的是不同时间点的问题。遗嘱 will 人去世之后财产怎么分，信托 trust 人在世的时候就提前安排好资产如何管理，将来如何交给家人。不是谁更高级，而是你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。什么是遗嘱呢？纽约家庭最常见的遗嘱是一份在你去世后才生效的法律文件，主要是说明房子、存款、资产给谁，每个人分多少，谁来当执行人 executor。在纽约，遗嘱有几个很现实的特点，成本相对的低，很多家庭都会先做，必须走纽约的法律程序，时间可能比较长，过程公开。在布鲁克林大概要1年多的时间，在法院程序结束之前，家人对房产账户的操作会受到限制，因而与此同时，遗产税需要在去世后的9个月内支付。可以把遗嘱理解为身后才打开的说明书。什么是信托呢？很多华人一开始就会误解，信托不是给有钱人用的工具，而是一种在你还在世的时候就开始生效的资产的安排方式。在信托里面，你可以提前的规定房子、资产是由谁来管理。如果你生病、失能，谁可以立刻接手？孩子什么时候、在什么情况下拿到资产？信托在纽约常见的优势包括，很多情况下可以避免或者是大幅的简化，资产管理不中断，对有房产的家庭是更友好的。对有未成年孩子的家庭是更可控的。你可以把信托理解为提前设定好的资产管理的规则。用一个纽约的家庭的来比喻，遗嘱像是你留下了一句话：等我不在了，这套房子给谁，钱怎么分？信托像是给你提前安排好的，如果不能处理事情的时候，谁能马上管房子？孩子什么时候能接手？房子要不要卖？什么时候卖？是不是做了信托就不需要遗嘱呢？不是这样的，在纽约的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，很多的家庭是信托和遗嘱一起来用的。信托负责的主要是资产，是比如房产；遗嘱的话，主要负责的是兜底或者是未收入信托的部分。哪些纽约的家庭会开始考虑信托呢？通常不是因为资产多，而是因为这些现实的情况。名下是有纽约的房产，房子是家庭最重要的资产。有未成年或者是刚成年的孩子，家庭的成员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是地区，不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卡在法院的流程里面。希望给家人更清晰的、少冲突的安排。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一个重要的事实，不管是遗嘱还是信托，都不是签完了就不用管的文件，他们是需要基于家庭的结构、资产的情况以及未来的可能的变化进行调整。真正重要的不是现在要不要做信托，而是是否知道不同的工具各自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。我们说到最后，就是在纽约的生活节奏快，很多的家庭习惯把事情往后放、往后推。但是资产安排这件事情的话，不是越早越复杂，而是越早越从容。合适的规划是在合适的阶段，用合适的工具把事情说清楚、安排好。
在中国，很多人习惯了买房就等着升值，但是在美国，市场更注重的是现金流。美国的房产的持有的成本较高，负的现金流的风险更大。投资美国房地产的首要目标是获得稳定的正向的现金流，其次才是对房产的增值的考量。房地产长期是看人口，中期是看土地，短期是看金融。关于房地产，最核心的事情永远不是需求，而是收入。更高的收入才能支撑起更高的房价，这与供需是没有直接关系的。地产的本质不是地产，而是背后所包含的收入。房子的建筑成本其实没有那么高，更多的是金融的附加值。美国地产的根基在于美国民众的收入，根植于美元与科技霸权所带来的资产的回报率。美国也有大规模的资产与科技的投资。如果说这些技术投入未达到预期的成果，或者是原有的技术壁垒被竞争的对手攻破，收入巨降，就会表现为收入的锐减。到时候，地产作为资产载体的地产，就是债务危机的外显。美国房地产的市场已经形成了超百年，是典型的成熟的房地产市场，已经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周期变化规律，长期受人口的规模、人口年龄结构等等的影响，短期的话则受到流动性、利率等影响较大。财税的制度对美国房地产的市场运行的影响相对的有限。纽约的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多次的危机和挑战以后，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的势头，成为了全球房地产市场的焦点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房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地产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。